这是阿沃斯的岛，这是华耀 OV4家的岛，而这是澎湃3压轴出场的岛。我觉得护城风来了都得夸一句，这是苹果岛，是不是安卓猫？什么？你说看不出区别？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我用过之后不得不给澎湃点一个大大的赞。我觉得这才是学习 iOS 结合安卓平台思考后应该有的体验进化。首先我们从上的动画就可以看到澎湃完全不同的思路，用抛出窗口直接向上遮罩收缩变换成胶囊形状，切换内容同时移动到摄像头位置，过程中应用会模糊一下才变清晰。这样的思路窗口动画曲线可以完全套用那套非常成熟的桌面抛出，可以理解成一个胶囊型的桌面小组件，实际呢就是抛出的惯性曲线以及胶囊回归回弹，完全秒杀各位做到的安卓前辈。其实也是因为 iOS 的吸入展开导样式需要窗口跟手抛出扭曲，加上复杂的岛状扭曲反馈配合，做不到这样就是生硬和顿挫。澎湃算是换了个思路，包括接下来点击展开岛，澎湃选的是同一个岛直接下移变换成圆角矩形，没有冗长的收缩在展开过程，切换快而且视觉连贯，内容快速的前后模糊和透明度切换，相同的图标看着像是无缝展开的。真正无缝的是，澎湃在展开卡片时还结合了下滑展开小窗。iOS 没有小窗，咋就澎湃想出来这也需要呢？而且澎湃的小窗上滑退出也会连贯的回到超级岛，全屏窗口、小窗、超级岛3个状态切换起来是行云流水。如果能够做到锁屏解锁的时候，这个焦点通知的卡片也连贯的飞上岛就更棒了，这个不得了了。从上面的体验，我觉得澎湃是想明白了，安卓上岛重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遮住的小小的单挖孔，状态内容不必从挖孔处展开，更重要的是应用挂起到这个区域显示简略的状态，挖孔就是个显示的区域而已。突破了这一点，澎湃在显示和操作上显得更合理。多个应用上岛，澎湃用的还是 iOS 那套独立一个圆球，做到同时显示2个信息状态。而澎湃第2个应用上岛作为中文通知时，和前面一样直接变成胶囊。刚刚的胶囊应用连贯收缩成圆球，剩下左侧的图标。作为次要显示，也能直接变换成圆球并入，胶囊稍微移动位置，让左右显示平衡。而澎湃这种脱离镜头外的卡片展开方式，多卡片是不是和 ColorOS 鸿蒙一样，一点就一股脑展开了呢？澎湃就聪明在这儿啊，一个卡片展开，另一个通知就展开胶囊显示，不会同时弹出多个无关卡片。在展开卡片看详细状态时，原区域也能完美利用，最多同时显示3个状态，而且能够一步轮流切换展开。这丝滑的交替切换可打动动效，首发时大伙都应该已经见了不少了。在超级导出横滑还可以切换显示的个数。整个交互手感和动效，非要我挑点毛病的话，我只能找到在小米15的挖孔上隐藏的时候，缩回摄像头的大小不太匹配，整个变换过程中会显露出摄像头的高度之外的表现，我真的都看傻了。整体逻辑和交互设计我会给出蛮高的评价。接下来细节的完善度，澎湃在 beta 表现又如何呢？首先是上一期鸿蒙实况窗让我大跌眼镜的岛固定问题，澎湃直接在安卓端交出了满分的答卷。状态栏被迫消失场景有动画的收缩展开，在控制中心和后台这2个高频场景史无前例的固定在上面，发现的时候下巴都给我惊掉了。澎湃你什么时候这么注重细节了？该固定的时候就锁死，该分离的时候就灵活展开，比其他友商只会照抄逻辑又不在意细节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系统场景只有负1屏往下滑的时候，为了页面全屏和状态栏一块退出有点突兀。接着是超级岛显示的内容，胶囊区域屏幕顶部黑色过多的时候会淡入半透明的白框，在系统部分场景会是对应图标彩色的边框，例如充电和验证码是绿色，勿扰和静音分别是紫色和红色。第三方目前看有菜鸟是蓝色的，这一点在 iOS 里非常普遍，但安卓有场边框出现和消失都没有渐变，澎湃做的就挺完整的。发布会上提到了定制了窄字体来显示更多内容，我用下来只有在发布会上演示的打车场景里，右侧的车辆号码会用窄字体来保证完整显示，其他场景用的依旧是普通字体。而且目前像已经上岛的闪购，全程只有在右侧文本显示预计什么时候送达的内容，全挤到一边占用空间巨大，为了左右平衡，左侧留了一大片空白，不好看而且浪费空间。
右侧再多加一个圆球的时候，文字只能整体缩小折叠。应用适配就是澎湃刚上岛最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们结尾再聊。而第一方的场景上岛，我觉得澎湃做得还蛮用心的，上用动态图标显示进度、充电、手电筒动图精致。音乐波形图依然是安卓标配的固定动图，但展开卡片下方有封面取色的动态波光，有 Apple Music 那味儿，和背景黑框融合极好。还有倒计时数字跳跃，学 iOS 做了模糊翻页，不过模糊边缘有明显的边界 bug。全屏吸血还是没能显示实时分秒，但在暂停按钮做了一圈进度条，熄屏后也会更新，但它只连续更新10秒钟，后续跟随时钟每分钟更新一次。好吧，我还是觉得显示简略的分秒比较合理直观点。最后是状态栏的遮挡让位，超级岛展开时，状态栏会略微向左右移开让位。右侧冲突的图标会快速向右移，缩小模糊淡出；左侧的通知图标一块淡出。这里其实超级岛不像鸿蒙实况窗大多偏长，长柱的倒计时、音乐播放是占不了多少空间的。左侧完全可以像各位友商一样，在冲突的时候才逐个隐藏。澎湃目前一上岛通知就看不着了，这点是相当影响实用。那么以上就是这次澎湃超级岛的体验感受。我这么的夸它，那它现在体验一定超级好吧？就目前 beta 版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适配应用数量，对比友商已经迭代了1-2年的体验，就显得存在感不强。做视频这段时间，官方也一直在补齐各个应用场景，我只能希望它在正式版发布的时候，能够至少支持全几个平台的外卖、导航和打车场景。更多花里胡哨的系统场景上岛可以参考一下 ColorOS 了。而前面我聊到了超级岛整个设计理念，可以说吸取了各家的方案，确实让我感觉超级岛是所有灵动岛类似中设计的最优秀的，没有之一。把 bug 一修，适配一铺开，这就是体验完善的灵动岛新物种，区别于一众安卓友商。不过大家也别急着开始杠，这里的结论仅限于超级岛这一个功能。澎湃 OS 3的动画解析等正式版上小米16咱再细聊。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加关注，我是 Spree 洋葱，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